现在我们正式走进了这座公寓的大堂，咱们进去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印尼的这种公寓啊，基本上1楼都是各种店铺。大家看看，这里都是中文的。这个比上次我去那个唐人街中文要多了很多。小饭店，民风特产。这个看到在公寓里面那都很吵，上面肯定在装修。这个印尼这个地方啊，无处不吵，无处不闹。这里还有中华店，这个是小超市。还有印尼美女，咱们来看看这个印尼特产吧，是吧？咱们看看能买点啥，但实际也没什么可买的。这里好多特产，然后这里是各种手串，这个金刚菩提都是应该从国内进来的。印尼产金刚，这边有人给穿吗？啊，这边线是印尼穿的，对。但兄弟们，我给你看一下啊，看这种线呢，都是印尼人做出来的，知道吧？但是你回国内，基本上现在国内的货都是经过清洗、经过散射呀，包括抛肉。兄弟这家店开多少年了？快10年了。那你是10年前来的印尼是吗14年来的。哦，14年来的。这个是燕窝，大家看看，这是碎的燕窝。这种卖多少钱？怎么卖？2000多吧。2000多人民币。对，一斤。然后国内也可以发货是吧？这种碎的燕窝其实跟那种好点的，其实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。对，你燕掌碎掉了就变燕条了嘛，它就是原料的区别。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这边是印尼的海参，印尼海参照国内海参稍微便宜点。这几年价格也起来了。也起来了是吧？因为纯野生的嘛，印尼都是野生的。兄弟们，咱们印尼的海参呢，全部都是野生的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印尼的海参没有中国海参价格高，但是非常不错，营养价值同样。而且你在国内你吃的不一定是野生的，很难吃到野生的。大一点的要多少钱？大概1公斤4000多。1公斤4000块钱，像这种还比较大。大家看看，这是我手指这个大小，这个比较小一点，这个比较大一点。这是印尼的猫屎咖啡。大家知道，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款咖啡就是印尼的猫屎咖啡，所以说咖啡在印尼这个国家非常非常不错。回头我会专门给大家做一期节目，然后推荐一款非常非常好，就是我自己都喝了很多年的印尼猫屎咖啡。回头我会挂小黄车啊，兄弟们，咱们注意一点。大家知道我刚刚就是可能接触到这个挂黄车这个事儿，然后肯定我所挑的货肯定是非常认真。还有这种也是哦，这种比较好的猫屎咖啡，这种猫屎咖啡要会自己磨是吧？对，它有豆有粉。这是咖啡豆是吗？这是粉哦，它每个系列都有粉跟豆。这个多少钱一盒？这个大概人民币80、90吧。啊，那还可以价钱是吧？这种呢？这种60来块钱。这种是粉。粉跟豆都有。哦，兄弟们，大家知道全世界最著名的就是印尼的猫屎咖啡。这个东西如果到欧美的话，或者进到国内的话，那价格相当昂贵。怎么样，兄弟，在印尼做生意感觉？行吧。方便透露一下，这一年能赚多少钱？我们这种开小店赚不了多少钱。那其他的生意没有吗？我们没有做其他生意，因为疫情过后，整个行业都洗盘了嘛。对对对。重新来过吧，反正也是慢慢的恢复。前几年会好一点。疫情确实也不行。疫情3年这边都没人，哪里有人？疫情你回国了吗？我回国了。啊，疫情之后过来的。对，我也待了好几年。待了好几年。兄弟今年多大年龄？33啊，年轻啊！在印尼做生意会就是被当地人就是有一些歧视中国人做生意，有没有遇到这些就是欺负中国人的，或者是反那个这种感觉？现在还好了，其实印尼人还是普遍比较善良的。对啊，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。可能说98年什么时候排华这些，现在还好了，时代进步了。印尼的年轻人也比较接受这些外来人，因为中国人过来给他带动了经济，带动了这边就业，这些还是可以的。但听说在印尼经商的话，会有很多就是类似官方部门过来。反正你证件做好，这些都还好了，不会太难为你，也不会太难为。是，反正印尼这种地方就这样吧。这个是老中国城。对，这是老中国城。我记得新的中国城现在在 Beacon 那边有开。对对对，我记得10年前我来这个老中国城转呢，这里面好多聚集着就是中国人，包括很多中国的年轻女孩子。是啊，以前会比较多，现在都搬出去了嘛，因为这边比较老旧，很多人不愿意住这边了。然后因疫情原因，大家很多都搬到其他地方去住，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边人比较少。其实疫情过后，中国的就是来这边就是做工作的这些，还是比较少了，是吧？疫情过后，其实中国人来的很多，印尼这边机会还是比较大。对，国内现在经济不好，很多人还是愿意来印尼这边发展，竞争没有国内那么激烈，对，没有那么卷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做生意可能成本投资那些没那么大，然后人工费用这些、场地费用这些会比较轻松一点。
生意会好一点。但是中国人来多了也卷了，现在也开始卷。